认识啊。王强看向楚风，楚风微微点头。这个魔字地狱使开口时，楚风便知道了他的身份，算是一位故人，正是他将宋宇从九魂天河带到了狱宗，他也是他将玉英种入了楚风体内，那很有可能是暗黑妖神魂魄的小女孩，也是被他抓走的。虽说这个地狱使当时的一些行径很是霸道，也很是可恶，可因为他的一些行为，楚风对他印象还不错。他虽偏执，但本质不是坏人。前辈，好久不见。楚风上前将那位地狱使拽了起来。楚风小友，你现在可了不得了，老夫当时便知道你非池中之物，只是没想到你竟是界染青的儿子。你这小子隐藏的也太深了，怎么不早点告诉老夫？这位地狱使此时也表现得十分高兴，就像是一个长辈见到了成才的后辈一般，语气之中竟都难掩骄傲与自豪。前辈，你们这是又在往天赋较好的后辈身体中下玉婴了。楚风看向了那大阵中间的小女孩，这位小女孩已经陷入昏迷，虽然年纪不大，但楚风也能通过阵法感应出这小女孩是一个天赋极好的修武苗子，而从长相上，楚风判断这个小女孩很可能就是田明的妹妹。是啊，楚风小友，其实能被我狱宗选中乃是一件好事。我与你说过，我狱宗的存在乃是为了造福天下人，只是世人无法理解我狱宗而已。地狱使解释道。你可放屁吧。王强一旁骂道。他自然也知道狱宗的所作所为，不知坑害了多少家庭。王强与楚风有相同之处，虽从不标榜自己是好人，可对于这种邪恶势力，王强也很是厌恶。前辈，我问你一句，你们将玉婴种入这小女孩体内，可是她自愿？楚风问。楚风小友，当今世人确实无法理解我狱宗行为，但他日后定会感谢我狱宗的。地狱使语气尴尬，对方若非自愿，你们所作所为就是邪门歪道。前辈，不要再做这种强迫他人之事了，不然有朝一日我们也许会成为敌人。楚风道。地狱使没有辩解，而是无奈地摇了摇头，但同时却也解除了那座阵法。他很清楚，若不是楚风认识他，他与这些昏死过去的地狱使今日都要死。其实今日完全是楚风卖给了他一个面子。前辈，有一件事想和你确认一下，当初被你抓走的除了宋宇，还有一个小女孩，那个小女孩去哪了？楚风问。其实在之前见到宋宇的时候，楚风就询问过那个小女孩，毕竟那个小女孩很有可能是暗黑妖神的魂魄，也是三圣妖族的圣物。而当时宋允就已经告诉了楚风，那小女孩根本没有被地狱使带到狱宗，因为还在九魂天河的时候便被人劫持了。宋允也不知是何人劫持，只听地狱使说过是一个很强大的人劫持的。楚风如今再问，是想确认这件事。提及此事，地狱使先是叹了一口气，随后才说道，还记得我们刚刚离开龙溪拳馆，我便如同石化一般不动了吗？记得。楚风点头。在你眼中我不动了，实际上是你被迷惑了。当时在我们面前出现了很强的人，他不仅将那小女孩带走了，也是他让我放了你的，让我将你带回九魂天河的，不然你的天赋我怎么可能不将你带往狱宗？地狱使说道。其实当时地狱使突然决定将楚风送回去，楚风就不解，现在他终于明白了原因。那位是何人？楚风问。就是在龙溪拳馆内的那对父子，那个男的中年模样，背着一把斧头，当然那未必是他真容。地狱使说道。可楚风却确定了此事，若是其他人也就算了，但是背着斧头的中年男子，那不就是仙喵喵的师尊宋长生吗？当时还在九魂天河，他不让我将这件事告诉你，我碍于他的实力，也是不敢告诉你。楚风小友，你后面有遇到那个人吗？你可知道他到底是何方神圣？地狱使好奇地问道。从他的语气中能感受到，宋长生当初带给他的阴影是很大的，但也很好奇对方的身份。没有见过。楚风摇了摇头。其实关于宋长生，楚风也不是太了解，更多的还是从仙喵喵那里得知的一些事情。他如今知道宋长生的特征，且知道他是一个实力很强的人物，与自己的师尊牛鼻子是朋友，但他很低调，世间知道他真正实力的人很少很少。自然楚风也不可能将宋长生的事告知地狱使。对了，楚风，有一个好消息。忽然地狱使说道。什么好消息？楚风问。随后经过地狱使的讲述，楚风知道原来这方世界对于狱宗而言是一个很重要的领地，这里有着一座特殊的祭坛，名为玉婴幻神坛。那玉婴幻神坛能够测试狱宗之人对玉婴的融合程度，但玉婴幻神坛需要特殊的材料才能开启，总之代价极大。可最近刚好因为一个大人物开启了，如今还处于开启状态，他想让楚风去进行测试。算了，我还有事。楚风摇了摇头，他并不感兴趣。楚风小友，你难道不想加入狱宗吗？如今你与7界圣府为敌，便等同于和整个浩瀚修武界为敌，整个浩瀚修武界能够庇护你的便唯有我狱宗了。若是你能够触发玉婴幻神坛，我狱宗也必将全力培养于你，就算不能为了你和7界圣府正面开战，但最起码也是能够对你进行庇护的。地狱使劝道。他很希望楚风加入狱宗，可楚风却再度摇了摇头。楚风对这个地狱使印象确实还行，可如今对狱宗的印象很差，尤其是狱宗抓不过仙海鱼儿那件事后，对狱宗的印象就更差了，甚至狱宗也很可能是将仙海鱼族毁灭的一个潜在可能。想到这里，楚风不由问道。前辈，仙海鱼族出事了，你知道吗？听闻了。地狱使道。
玉宗曾抓过仙海鱼儿，你知道吗？楚风又问。有所耳闻，不过关于这件事，我地狱使内部其实也有不同的声音，并非我狱宗的决定，乃是私人行为。地狱使解释道，他比较关心楚风，所以知道楚风与仙海鱼儿以及仙海少羽关系不错，自然不想站在楚风对立面。你说句实话，仙海鱼族的事和你狱宗到底有没有关系？楚风问。这个真的没有，至少我从未听闻我狱宗有攻打仙海鱼族的行动。地狱使连连摇头。行吧，就算地狱使这样说，楚风也没有减少对狱宗的怀疑。莫说这位可能真的不知道，就以他对狱宗的忠诚度来说，就算知道也不会对楚风说实话。于是楚风拿出那装着田明的空间世界，大袖一挥，将整个村子的所有人都收入其中。楚风虽然信得过这地狱使，但信不过狱宗，还是将这个村子转移，才能保证他们安全。前辈，有缘再会，记住不要再做强迫他人之事了。楚风此话说完，便准备离开。楚风小友，等一下！见楚风要走，地狱使赶忙开口：“宋允小姐，出事了。”宋允怎么了？楚风问。地狱使也不怠慢，赶忙将他打听到的所有消息都告知了楚风。楚风也是知道，待他杀了仙徒老三、老四等人后，仙徒老二便找到狱宗的人帮忙。原本狱宗并不太想插手这件事，可却有人发现狱宗有人死了，便准备将这个罪名扣在楚风身上。但宋允却揽下了罪名，如今已经被关押了起来。当时楚风遇到宋允时，狱宗那些人确实是宋允杀的，但他原本可以装作什么都不知道，他是不想楚风背锅，又或者是不想让狱宗将这个锅安在楚风身上，所以才会如此。宋允被关到什么地方了？楚风问。被关押在我狱宗极其重要的地方，我本不该告诉你，但是若是楚风小友能去玉音幻神坛一趟，无论是怎样的结果，我都可以告诉你宋允被关押在哪里。地狱使说道。楚风将那个装着田明以及村子众人空间世界递给了王强。兄弟，你先去种植凝神灵草的地方等我，我体内种下过狱宗的玉婴，非要说起来算是半个狱宗的人，若是真的出现什么问题，也许还有回转的余地，但你不一样，所以你不要与我同行，而且若是真的出现什么问题，最起码你还能想办法救我，不至于全军覆没，对吧？楚风暗中说道。行。王强也觉得楚风说的很有道理，于是接过空间世界便离开了此地。前辈，带路吧。楚风看向地狱使，以他对这位地狱使的了解，他应该不至于做坑害自己的事，而楚风身上也有着一些逃脱的手段，所以倒也没那么惧怕。楚风小友，你先穿上我狱宗的长袍，伪装一下，这样我带你进去方便一点。地狱使取出狱宗的长袍以及斗笠递给了楚风，楚风也是立刻穿上。楚风小友，我狱宗的长袍穿在你身上实在太配了。那位地狱使夸赞道，他是真的希望楚风能够加入狱宗。其实当初还在九魂天河的时候，楚风还真想过加入狱宗，毕竟那个时候的楚风太过弱小，也想找个靠山，只是今非昔比。现在的楚风已经找不到加入狱宗的理由，就算没有小鱼儿的事，他多半也不会加入，毕竟他可是界染清的儿子。除非狱宗真的不是邪门歪道，否则他加入这种势力，岂不是辱没了自己母亲的名声？前辈，快带路吧，我还有事呢。楚风道。好。对了，楚风小友，我带你进入我狱宗乃是大忌，若是真的无法触发玉音幻神坛，你要走我也不拦着你，只是玉音幻神坛所在的地方，你可千万不要告诉任何人。地狱使问道。我定会保密。楚风应下。随后在地狱使的引路下，楚风也是来到了一个狱宗的大本营。这是一个建在地底深处的地下世界，非常的隐秘，若不是这位地狱使引路，楚风也不可能发现这个地方。这个地底世界的一切与外面倒是没有太大差别，但这里没有任何花草树木，只有重重高大的建筑，且这里的建筑风格色调很暗，给人一种严肃且压抑的感觉。但不得不说，因为数量太多，一眼望去就像是一个建筑森林，还是挺壮观的。而在这里几乎随处可见狱宗的人马，不过他们都是非常的具有纪律性，几乎都在忙着手中的事情，看不到有人闲聊，所以人虽然多，但却安静得很。地狱使带着楚风穿过重重建筑，一路深入，很快便来到一座高达数万米的巨型宫殿，门前有着大量狱宗之人把守。楚风能够感受到，只是守卫的气息便已经达到真神境，并且不是寻常的真神。按理来说，这样的地方不应该是这位地狱使能够进入的，毕竟他也只是区半神中期。但是这位地狱使拿出了一块黑色令牌，那令牌上面这写着一个狱字。当他亮出那块令牌，不仅门口的守卫立刻放行，深入之后的其他守卫也是纷纷放行，真可谓是畅通无阻。说起来，我能身为魔字地狱使已经颇为勉强，而这块令牌更是之前想都不敢想的事，这都是我将宋允小姐带回来所受到的奖励。似是知道楚风心中有所不解，地狱使一边摆弄手中的黑色令牌，一边暗中对楚风讲述道：宋允对狱宗这么重要，也会被关押起来吗？楚风问。杀害同宗之人乃是大忌，按理来说宋允小姐应该处死的。地狱使解释道。那宋允现在岂不是有生命危险？楚风问。形势确实不乐观，地狱使道。而在二人交谈间，楚风与地狱使穿过守卫森严的长廊，在长廊的尽头处有着一道结界门，穿过这道结界门，浮现在眼前的并非是一座大殿，而是另外一座浩瀚的空间世界。这个空间世界
最先浮现眼帘的乃是一片丛林，远处绿色的山川叠加，还有瀑布飞流而行，景色颇为壮丽，与狱中的整体风格极不相同。又前行了一段路程，一座传送阵浮现而出。这传送阵只能出不能入，楚风说道。不愧是楚风小友，这你都能一眼看出，因为这里面不仅有玉音幻神坛，还是一个特殊的修炼之地，所以这里面时常会有我狱宗的大人物来修炼。我猜是狱宗的先辈们为了方便离开，所以才布下了这座只能离开无法进入的传送阵。地狱使解释道。我等一下能通过此阵离开吗？楚风问。当然可以，但凡能进入这里的，那都是或多或少有些身份的，每个人都可以用此阵离开，我一般也通过此阵离开。地狱使笑着解释道。随后二人继续深入，楚风也终于见到了那所谓的玉音幻神坛。此坛位于一座浩瀚的广场中心，那广场满是座位，能容纳数亿人。楚风猜测这里应该也是这空间世界的中心，搞不好这个空间世界就是围绕着玉音幻神坛打造的。而此坛很高，云层也只能在此坛下方飘动。从这个阵仗，楚风能够判断出此坛确实不简单。此坛刚开启的时候，应该有不少大人物来此观摩。此坛上面刻满了复杂的符咒纹路，眼下闪烁淡淡的光芒，确实是唤醒的状态。是不是站上去就行？楚风问。对。德玉石点头。站多久？楚风问。站上去就会有反应。地狱使说话间便直接落在了玉音幻神坛的顶端，且笑着说道：若是像我这样没反应，那就说明玉音融合的程度还不够。话罢，他便飞掠而下。楚风小友，你去试试。但楚风并未直接站上去，而是问道：若是有反应会怎么样？会不会引发太大的动静？他可不想引发太大动静，那样可就走不掉了。会有一些反应，但不会有太大的动静。地狱使说道。好。楚风说话间便纵身而起，落在了那玉音幻神坛的顶端。可楚风的脚刚刚落在上面，他便内心一颤，自己上当了。